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国内的 PC3 市场还是卷得非常厉害，一众的国内品牌在中低价位市场搞得风生水起，像什么恩捷、海盗船这类的国际大牌在国内都很难竞争了。即使是华硕也只能大多数去依靠 ROG 的高价去卖。具体卷得有多厉害呢？就像是这款雅骏新出的入门级价格的水冷产品BA5 Pro 360冷盘，风扇都不带灯，居然还给你带了一个自定义的屏幕，价格你猜猜？399，你单独买个 DIY 的水冷屏幕呢，都要200-300呢，太卷了。我们就这次呢说来和雅骏之前的经典款 J5 水冷和最近挺火的主打性价比的 Tacomas Titan SJ A080做个简单的对比。飞利浦27M2N5510G 2K 180赫兹高刷，27寸 Fast IPS 面板，支持旋转升降 ，HDR400 99.1% sRGB， 德塔1小于2，适配器也改成了内置的了，价格只要1289元哦。淘宝店铺搜索“潮玩国度数码”，发烧 FPS 玩家想要更高刷新率，还有飞利浦27M2N5510P， 刷新率提升到240赫兹，100% sRGB。价格只要1799元哦。先来看看雅骏 BA5 Pro 的水冷包装，一眼看过去的感觉是简洁，里面没有什么多余的材料和盒子，和另外一家最近很火的散热品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有人觉得产品本身以外的花费都是多余的，有人喜欢花里胡哨的包装，觉得这是一种购物的仪式感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，其实也反映了不同品牌的产品风格。配件方面呢也是如此，只有预装了3把风扇的水冷本体和配件包。细看内容LG A170的背板 ，AMD 的钩子扣具，管家12颗短螺丝和一管 W17 硅脂。除非是给老平台升级散热，LG A170和 AMD 的2种扣具倒是够用了。没给线高用的螺柱，靠的是螺纹末端实现线高。这类有着浓浓的 OEM 风格的安装方式就比较简单粗暴了，很单纯的背板加冷头，螺丝拧紧即可。建议呢是把这个双面胶撕开，粘在主板的背面，这样就可以避免掉落了。AMD 平台则是需要把原装的樱桃扣具换成 AMD 钩子勾在主板的挂饵上，很常见的操作了。加上冷头一凸硅脂突出就是一个快速安装。冷排风扇的供电也不像 J5 那样每个单独连在冷排上的 PCB 接口，而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一分3线，可见整个产品都是冲着尽量省钱省事去做。但是有样东西雅骏居然没有省，它出现在这个价位的水冷上，那就是冷头屏幕。虽然有点小只有1寸大点的圆圈，但它就是有这个东西。雅骏这个浓眉大眼的实用派厂家终于也在冷头上面去搞屏幕了。随屏幕而来的是一根 USB 线，用于画面的控制，这就有点滑稽了。冷头本身带了一个7 pin 的排线，负责水泵和 ARGB 的供电，中间做了一个插头，方便断开挺能理解这个设计的。因为有的时候呢，为了正面美观，会把冷头的线材固定到机梁背面，这样一旦需要拆冷头的话，就会被线拴住除非把后面理好的线拆掉。而这里设计个插头就能在拆冷头的同时断开排线，方便检修时候离开冷头。可是这根控制屏幕的 USB 线却没有做成类似的可分离结构，就无法完全实现刚才讲的功能，很尴尬。希望后面能更新一下，要么2根线都能拆，要么就都不能拆。为了控制画面雅骏当然也做了一个适配软件，名字一如既往简洁，就叫 PA Pro Artist 的简称。我们目前拿到的还是测试版，软件提供了8种预设背景和8个自定的主题。主题编辑中可以调整显示在屏幕的信息字体样式和自定义背景。点开右侧的箭头能够选择具体的信息来源，数量还是挺多的。常用的一些数据基本都有，全英文的。需要显示哪个信息就选中前面的框框，选中多个的话，同时只能显示1个信息，会按照设定的时间轮播。软件刚出还是有一些小问题的，比如说有些信息的名字很长，显示出来呢会直接出框，而且也不会换行。这个时候呢，建议手动把数据名称重命名一下，以提升观感。还有就是几个相同类型的参数之间它没有区分设备，比如说你电脑里面有好几个硬盘，那这几个硬盘的温度、读写速度都混在一起了，分不清楚谁是谁后续呢，软件还是需要小修小补的。冷头的整体观感还是可以的，镂空的 RGB 灯光甚至有点方舟反应堆的即视感。屏幕虽然小一点，但是它就是有，也保证一定的可玩性。可惜是它自带的风扇没有走 RGB 路线，就显得低调了很多。
说这么多水冷外面的东西，那性能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呢？我们找了个同价位的选手，428元的 Takeomas 的 SJ-A080 水冷，它无论从包装还是 RGB 含量上都看起来要更花，但是就没有屏幕啊。29毫米厚的冷排和30毫米厚的风扇，在尺寸上面呢也是占优势，比常见的310水冷都大了一圈，性能的话应该不会弱。以及办公室的劳模同样是来自雅骏的 GA5，那它的售价就要高很多了，那优惠领先多少呢？测试平台所使用的 CPU 为 i7-1470K， 搭配的微星 MPG Z790 Edge Time Max WiFi 主板，其余配件如图所示。主板使用最新的 BIOS，CPU 温度墙设定为115度，所有的风扇和水泵均满速运行。冬天到了，室温比较低，那控制在了20度左右。对比先天优下的冷头朝向 ，BA5 Pro 在英特尔平台上可以比较自由的更换冷头方向，而 AMD 平台受限于扣具结构，就只能左右出水管。说明书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图上能判断出来，英特尔平台画着的安装方向也是左右出。SJ-A080 的说明书明确画的是水管向下安装，这样的 logo 也是正的。实际上 BA5 Pro 在我们这套平台上，水管向下和向右安装之间会有1度出头的温差，有区别但不大。建议呢采用水管下出的安装方向。而 SJ-A080 对安装方向要求就比较高了，水管向下和向右出之间的温差能够达到4度往上，可以算是很明显的差距了。建议水管右出安装，但是此时的 logo 会歪难受一点。两个散热器使用原装预图硅脂和最佳朝向的情况下，BA5 Pro 不出意外的果然输在了硬件规格上。CPU 封装温度和 SJ-A080 之间差了8度，和 GA5 之间差了5度，这个也是意料之中啊。毕竟 BA5 Pro 使用的还是常规厚度的冷排和风扇，而 SJ-A080 它不仅厚度有加成风扇的转速也达到了2600转，比 BA5 Pro 的2150转速要高了不少。将风扇统一更换为3000转的 T30呢，硅脂为 W17之后呢，三者的温度都出现下降，而 BA5 Pro 下降的最为明显，因为 SJ-A080 的原装风扇就已经挺强了。此时呢，两者之间的温差缩小为4度 ，GA5 的成绩相比 SJ-A080 也只高了1度。看来GA5 的泵排的性能还是挺强的，在冷盘厚度劣势情况下也没有怎么落后，而 BA5 Pro 的泵排确实受限于预算和其他2位选手有可观的差距。可见 SJ-A080 在绝对性能上确实有明显优势毕竟是拿体积换的。过厚的尺寸会面临有些机箱装不进去的困境，同时更高转速的风扇也带来了更大噪音。在距离50厘米处测得满转状态下的音量 ，BA5 Pro 为48分贝 ，GA5 为49.2分贝 ，SJ-A080 为51分贝，基本就是和转速挂钩的。鉴于实际使用中不会一直满速运行我们也调整一下测试内容，将风扇策略更改为主板的默认曲线，并且运行 AW64中的 Strix CPU 项目。那此时 CPU 的功耗在180瓦左右，大部分用户日常一般最多用到了也就到这个功耗了，不太会有单卡 IPU 那么大的强度。此时 BA5 Pro 的 CPU 温度相比其他2位要略高1度。风扇转速1700转，音量41.5分贝，而 SJ-A080 的转速还是不低，达到了2000转，音量44分贝。GA5 处于两者中间，1800转，43分贝。两种工作环境下均是 BA5 Pro 要更安静，在300-400元价位上，这两款新水冷走了2条不一样的路线。BA5 Pro 加在一块小屏幕，让预算不是那么充裕的用户也能享受到带屏的快感。而 SJ-A080 则是在散热规格上下了功夫，加厚冷排和风扇靠堆料去提升性能。至于能不能装那就是留给机上问题了。雅骏老大哥 GA5 的性能表现依旧强大即使冷排比 SJ-A080 要薄，也没有落后太多。换个强力风扇就能追上来，毕竟价格也是最高的。那么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水冷呢？那今天节目到这里，不知道看了我们的测试，你如何评价雅骏 BA5 Pro 这款水冷呢？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。如果观众朋友来点个小铃铛，点个赞，因为我们是全球 YouTube， 你们点赞都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传哥 StyleK。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可以来淘店传哥的数码或者淘宝搜索传哥课。喜欢课我们下见，拜拜。